我叫沈锦玉，今年19岁。京城里的人提到沈家，第一反应永远是哦，就是那个嫁了3次都死了丈夫的沈家大小姐啊。对，我就是那个克夫的沈锦玉。第3次丧夫的消息传回京城那天，我正坐在沈府后院的凉亭里绣一方帕子。3月的风裹着桃花瓣吹过来，落在我的袖崩上，薄粉色的花瓣衬着刚起了个头的鸳鸯，倒有几分说不出的讽刺。丫鬟春桃急匆匆跑进院子的时候，脚步踉跄，脸上挂着泪。小姐，姑爷他没了。我没抬头，针尖稳稳地穿过卷面，一针再一针。怎么没的？说是骑马摔下来，磕到了石头上。我轻轻的一声，剪断丝线，将那方绣了半截的帕子叠好，搁在石桌上。第3个了。第1个定亲当晚疾病暴毙，连拜堂都没撑到。第2个成亲3月坠崖而亡。这第3个，我在夫家只待了7天，连他的书房门朝哪开都没摸清楚，人就没了。消息传回沈府的时候，我母亲柳氏当场晕了过去。我父亲沈明远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，面色铁青，半晌没说话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3个女婿，3个都死了，这意味着沈锦玉这3个字，从今往后在京城里就是彻底的灾星，谁家敢娶，谁家敢沾。果然不出3天，流言蜚语像腊月的雪片子一样铺天盖地砸过来。克夫命，天煞孤星，八字太硬，专门克人的。听说他出生的时候院子里枯了3棵树，这哪里是人，分明是煞星转世。这些话我听到耳朵都起了茧子，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一个拿这件事来踩我一脚的，竟然是我亲姑姑沈明月的婆婆周夫人。周夫人是京城出了名的能干人，嫁进周家30年，把持中馈，说一不二。我姑姑沈明月嫁的是周家2房，在周家日子本就不算好过，周夫人这一来，更是把她当成了出气筒。理由很简单，我是沈明月的外甥女，沈家的姑娘克夫，那沈明月嫁进周家，是不是也该克点什么？周夫人借着这个由头，在周家祠堂里当着全族人的面，让我姑姑跪了整整1个时辰。沈氏，你外甥女这样的灾星，你们沈家还有脸说是书香门第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跟你娘家断了来往，你就给我滚出周家。这些话是春桃从周家下人嘴里打听来的。我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，断不断来往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但我姑姑沈明月从小到大待我最好，每年过年给我缝新衣裳，夏天送冰镇的酸梅汤来，秋天带我去城外看红叶。我3个未婚夫去世的时候，全京城的人都躲着我走，只有他顶着周夫人的冷脸，亲自到我房里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锦玉，别怕，姑姑在呢。现在因为他待我好，所以他要被罚跪祠堂。”这个道理我想不通，也不想通。4月18，周家老太爷70大寿，整个京城都知道。周家老太爷年轻时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，门声遍天下。如今的周家虽然不算顶流世家，但在京城里也是有头有脸的。寿宴办在周家正院，摆了30桌流水席，请的都是京城的体面人家。我本不该去的，但周夫人特意打发人送了帖子来沈府，点名道姓要我参加。帖子上的措辞客气得很，沈家大小姐才貌双全，久仰芳名，老太爷大寿，务必赏光。我父亲看到帖子的时候，脸色难看极了。这是鸿门宴。我说我知道，那你还去？不去，姑姑的日子会更难过。春桃急得直跺脚。小姐，周夫人请你去，肯定没安好心。你去了，她要当众羞辱你，你怎么办？我对着铜镜理了理鬓发，换了一身素净的月白色被子，头上只簪了一只白玉兰簪子。她羞辱我，我接着就是了。4月地天，日头已经有些毒了。我到周府的时候，宴席已经开了大半，丫鬟引着我穿过抄手游廊，一路上多少双眼睛盯着我看，窃窃私语像夏天的蚊子一样嗡嗡响。就是他，沈家那个克夫的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命太硬了，谁家敢娶她？娶回去就是找死。我没有回头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一步一步走进正院。周夫人坐在主桌的上首位置，穿着一件大红织金被子，头上戴着赤金镶红宝石头面，通身的气派像个皇后娘娘似的。她身旁坐着周家老太爷，白发苍苍，精神倒还好。我姑姑沈明月坐在末席，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荷色被子，低眉顺眼的，像一朵被风吹蔫了的花。看见我来，
她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又是惊喜又是担忧。周夫人也看见了我，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弧度。哟，沈家大小姐来了。她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整桌人都能听见。来人，给沈大小姐看座。丫鬟搬来一把椅子，放在末席。我姑姑沈明月的旁边，这倒没什么。我本来也没指望做主桌，但我刚坐下，周夫人就又开了口：“沈大小姐，你今年19了吧？”“是，19了，嫁了3回。”啧。周夫人摇着头，语气里满是怜悯：“你说你这命可怎么办才好呢？我听说你3个未婚夫都……”她没说完，但在座的人都知道她要说什么。席间安静了一瞬，然后有人低低地笑出了声，有人开头，笑声就像传染一样蔓延开来，有的含蓄，只拿帕子掩着嘴；有的放肆，笑得前仰后合；还有的一边笑一边拿眼睛打量我，像在看一个怪物。我姑姑沈明月脸色煞白，嘴唇发抖，想替我说话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端起面前的茶盏，慢慢啜了一口。周夫人，我放下茶盏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刚好压住了那些笑声。您打听我的婚事打听得很仔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想替您家哪位少爷做媒呢。周夫人的笑脸僵了一瞬，放肆，不过呢，我不紧不慢地接下去。周家少爷们的命金贵，我可不敢高攀，万一我这命太硬，克着了谁，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满座哗然，这话说得太毒了。我说我克不着周家人，潜台词是什么？是你们周家人还没那个命让我克。周夫人脸上的笑彻底挂不住了。沈锦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在我周家的宴席上，你一个克夫的灾星也敢？今日是老太爷大寿大喜的日子，说这些打打杀杀的话不吉利。我敬老太爷一杯酒，祝老太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然后我就不叨扰了。毕竟我环顾四周，目光从那些或嘲笑或好奇或同情的脸上一一扫过。这宴席上的饭菜，我吃着怕不消化。说完，我端起酒杯，朝老太爷的方向举了举，仰头饮尽，放下杯子，转身就走。身后传来周夫人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反了，沈明月，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外甥女。”“姑母，我没有。”我姑姑的声音又小又怯，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猫。春桃急得都快哭了：“小姐，快走吧，别惹事了。”我没动，因为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：“夫人消消气，一个黄毛丫头罢了，犯不着跟她计较。”这个声音低沉温和。盐铁的事，咱们还是得在意。盐铁这2个字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脑子里。我父亲沈明远在户部做了15年主事，对盐铁买卖的门道我再清楚不过了。盐铁朝廷专卖，谁敢私下里议盐铁的事？只能是有人想走关系拿盐引。而周家在京城经营这么多年，老太爷做过翰林，门生遍布6部。周夫人今天请这么多人来，明面上是寿宴，暗地里怕是在替什么人牵线搭桥。我慢慢转过身，透过游廊的镂空花窗，朝正院的方向看过去。周夫人身边多了一个人，不是刚才坐在主桌上的那些宾客，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。他坐在周夫人右手的位置，穿着一件鸦青色的直多，衣料不是顶好的，款式也素净，但通身的气度让周围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的人都成了陪衬。他的五官算不上多么惊艳，但眉眼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凌厉，像是一把藏在鞘里的刀，看起来温润无害，但谁都知道那刀锋有多快。他正端着酒杯跟周夫人说着什么，周夫人脸上的怒气已经消了大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切到近乎谄媚的笑。能让周夫人露出这种表情的人，整个京城一只手数得过来。我低声问春桃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春桃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摇了摇头：“不认识。不过能让周夫人这么巴结的，肯定是大人物吧？”大人物。我抿了抿唇，将那个人的样子记在了心里。然后我深吸一口气，拔腿往回走。“小姐，你干嘛去？”春桃在后面追。“回去。”“回哪儿？”“宴席。”“你疯了！”春桃一把拽住我的袖子：“你刚把周夫人得罪成那样，你现在回去，她不得吃了你。”我回头看了春桃一眼，笑了笑：“春桃，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不容易被欺负吗？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当他手里有别人想要的东西的时候。”春桃愣住了，我拽回袖子，理了理衣襟，抬脚跨进了正院。所有人的目光唰地又转过来。周夫人看见我去而复返，眼睛眯了起来。
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怎么？沈大小姐想通了，想回来再喝2杯。我没理她，径直走到那个穿鸦青色直多的男人面前。这位公子，我朝他微微一扶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我刚才听见您和夫人说盐铁的事，巧了，我父亲在户部做了15年主事，盐铁司的人他门儿清。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许我可以帮上一点忙。整个正院安静的能听见风吹过酒旗的声音。周夫人的表情从冷笑变成了惊愕，从惊愕变成了愤怒，从愤怒变成了一种近乎恐慌的苍白。那男人缓缓抬起眼睛看向我，他的眼睛是深不见底的墨色，像冬夜里结了冰的湖面，清冷幽深，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。他看了我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要开口赶我走了。他终于笑了，那笑容淡淡的，像春天的风拂过湖面，只在嘴角泛起一丝极浅的涟漪。沈小姐，他的声音低沉温和，请坐。我在那男人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。周夫人脸色铁青，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，但终究没敢开口。原因很简单，她怕这个男人，能让周夫人怕的人，整个京城没有几个。我悄悄打量着他，心里在飞快地盘算。这个男人穿得低调，但手腕上那一串紫檀佛珠，我认得，那是西域名将的弓，一颗珠子就值100两银子。他腰间挂的玉佩是羊脂白玉，质地温润细腻，没有半点杂质，一看就是宫里赏出来的东西。他的身份至少是3品以上，甚至可能更高。沈小姐，他开口了，语气随意的像在聊天气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盐铁官营，朝廷专卖，外人想拿盐引，要么走关系，要么花大价钱。公子您走的是周夫人的路子，想必是不想花冤枉钱，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。他挑了挑眉，没有否认。那你觉得你能比周夫人做得更好？周夫人在京城经营了30年，门路广，人面熟，但她的路子都太老了。我说，盐铁司去年换了新主事，姓赵，叫赵明远。这个人六亲不认，谁的账都不买。周夫人走的路子都是冲着上一任主事去的，在赵明远面前没用。周夫人的脸色更难看了。那男人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兴趣。你认识赵明远？我不认识。我说，但我父亲认识。赵明远当年中进士的时候，我父亲是考官，虽然师生关系算不上多亲近，但起码我父亲能给赵主事递得上话。你父亲是谁？户部主事沈明远。那男人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扣了2下，像在盘算什么。沈明远，他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忽然微微颔首。我知道他，清廉能干，不站队，15年没挪过我，不是因为没本事，是因为不想沾那些乌七八糟的事。我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我父亲，这说明他对我父亲是有了解的，而且评价不低。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公子说的对。我说，我父亲不爱掺和那些事，但如果是帮您递个话，牵个线，他不会拒绝，前提是这件事得是堂堂正正的事。那男人沉默了。周夫人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。沈锦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一个克夫的灾星，也配坐在这里跟我谈生意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爹不过是个6品主事。你，周夫人。那男人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下来。这位沈小姐是我请坐下的，你是不满意我的决定？周夫人嘴唇哆嗦了2下，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不是，我是说坐下，1个字，轻飘飘的。但周夫人像被掐住脖子的鸡一样，乖乖地坐了回去。我垂下眼睛，掩住了眼底的波澜。这个男人的权势比我预想的还要大。周家在京城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周夫人更是出了名的强势泼辣，能让周夫人怕成这样的人，整个京城恐怕只有，还不到那个级别，但至少是2品以上的重臣。沈小姐，那男人转过头来看着我，你帮我这个忙，你想要什么？终于问到点子上了。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，我想请您帮我姑姑一个忙。你姑姑沈明月嫁给了周家2房，她在周家的日子不好过，周夫人拿我做法子，让她跪祠堂受委屈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我不要什么金银珠宝，也不要什么权势富贵，我只想让周夫人以后别欺负我姑姑了。这一点对您来说应该不难。那男人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周夫人一眼，周夫人的脸已经白得像纸了。周夫人。那男人微微侧头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，今天天气不错，
刚才沈小姐说的是真的，你拿她当由头，欺负人家儿媳妇？没有的事。周夫人拼命摇头，她胡说八道。我对明月好着呢，我把她当亲闺女看，是吗？我淡淡的开口。那前些日子，我姑姑跪祠堂跪了1个时辰，膝盖到现在还是肿的，这也是亲闺女该受的。周夫人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那男人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但他的眼神冷了几分。周夫人，他说，我不喜欢管人家的家务事，但沈小姐现在是我的贵客，她的姑姑，我也不希望受了委屈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周夫人浑身一颤，连连点头，明白，公子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明月就是我亲闺女，谁敢欺负她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那男人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转过头来看我，沈小姐，这个条件你满意吗？谢公子，不必谢我。他端起酒杯，轻轻晃了晃，公平交易，各取所需，你帮我办事，我帮你摆平麻烦，天经地义。他顿了一下，又补了一句，不过沈小姐，你最好先问问你父亲愿不愿意帮这个忙，万一你父亲不肯，你今天答应我的事可就要食言了。我父亲会答应的，这么笃定，因为我知道我父亲帮的这件事是堂堂正正的事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公子要找周夫人拿盐铁的门路，说明您走的是正道。真正要走歪门邪道的人，不会找周夫人这种在京城里做明面生意的人，他们会找那些见不得光的人。那男人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笑了，这一次的笑容比刚才大了一些。沈小姐，他说，你很聪明，但聪明人有时候也办糊涂事。我说，我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把周夫人的生意抢了，还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从明天开始，他大概会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都用来对付我。你怕？我怕。我坦诚地说，但我更怕我姑姑一辈子在周家受委屈。有些事怕也得做。那男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，站了起来。沈小姐，我叫裴衍之。他说完这句话，转身就走了，连个告别都没有。裴衍之，我在心里默念了2遍这个名字，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。裴衍之，当朝最年轻的户部侍郎，正三品，但他的权势远不止正三品。他是太子的表哥，是皇后娘娘的亲外甥，是皇帝陛下最信任的青年臣子之一。传闻中，裴衍之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手段凌厉狠辣，得罪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我居然跟这么一个人做了公平交易。春桃在旁边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像2只铜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桌上的茶盏，又灌了一大口凉茶。走吧。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裙子上不存在的灰尘，回去跟我爹说，他闺女替他揽了个活。春桃哭丧着脸，小姐，你这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啊？烤就烤吧。我说，反正我已经被烤了3回了，不差这一回。事情果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被叫到了正厅。我父亲沈明远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摊着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他的脸色很难看，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。锦玉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语气沉重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裴衍之是什么人？户部侍郎，太子的表哥，皇后娘娘的亲外甥。你知道他找我做什么？盐铁的事。我父亲深吸一口气，将那张纸推到我面前。我低头一看，上面写的是裴衍之要查的一桩案子，江南盐铁贪墨案，涉案金额高达300万两白银，牵扯到江南道6城的盐商和半数的地方官员。这不是什么递个话、牵个线的小事，这是要翻天的。你知不知道？我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急促，这桩案子如果查下去，要死多少人？你知不知道裴衍之为什么找上周家？因为周家老太爷的门生里有3个是江南道的官员，而且都涉案了。裴衍之要的是周家的把柄，要的是周家老太爷的人脉网，他要的是一个突破口。我愣住了，我想明白了，裴衍之根本不需要我父亲的帮助，他找到周夫人，只是想利用周家的关系往来撬开江南盐铁案的口子。周夫人以为自己在帮裴衍之牵线，实际上她是被裴衍之当成了敲门砖，而我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居然半路杀出来，抢了这块敲门砖。爹，我说，我是不是坏了裴大人的事？我父亲苦笑了一声，坏了？不，你没有坏他的事，你坏的是周夫人的事。我父亲靠在椅背上，疲惫地揉了揉眉心。裴衍之这个人
做事滴水不漏。他找周夫人，只是想给周家一个机会，一个主动交代、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但你昨天那一出，等于逼着裴衍之把周夫人的门给堵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裴衍之现在答应了你，要替你姑姑撑腰，那他还能用周夫人吗？不能了。他用了周夫人，就是在打你的脸，也是在打他自己的脸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所以裴衍之昨天答应帮我，不是因为他需要我父亲的帮助，而是因为他想换一个路子。我父亲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。锦玉，你到底是不是歪打正着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心里当然清楚，我不是歪打正着，我是故意的。从我在游廊拐角听到盐铁2个字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赌。我赌裴衍之真正想要的不是周夫人的关系，而是一个让周夫人无法拒绝的理由，比如一个新的人选，一个更干净、更可靠、更不会被人拿住把柄的人选。周家在江南盐铁案中涉案太深，如果用周夫人的人脉去查案，万一中途被周家反咬一口，裴衍之自己都可能被拖下水。但如果换一条路，换一个跟江南盐铁案毫无关系的人，比如我父亲，一个在户部干了15年，清廉自守、不站队不结党的6品主事。昨天我当着满京城体面人家的面，把那个理由送到了他面前。沈家大小姐不知天高地厚，得罪了周夫人，这7个字就是裴衍之最好的理由。爹，我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办好。裴大人要查江南盐铁案，需要人手，需要信息，需要有人在户部里帮他盯着那些涉案官员的动向。这些东西您比周夫人强多了。我父亲沉默了很久。锦玉，他说，你知道这案子有多危险吗？江南道的那些人手里有钱、有人、有刀，他们为了保住自己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知道，那你还让我去？不是让您去。我说，是让我去。我父亲猛地抬起头，你疯了。我没疯。我说，爹，您在户部做了15年主事，为什么升不上去？您在京城里没有靠山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人愿意帮您说话。但这一次不一样了，裴衍之是皇后娘娘的亲外甥，是太子殿下的表哥。如果这件事办好了，您就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。我不要靠山。我父亲猛地一拍桌子，我在户部15年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堂堂正正做事，我为什么要靠山？因为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没有靠山就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。我父亲愣住了。昨天周夫人在寿宴上当众羞辱我。我说，您知道吗？我父亲的声音低了下去。我不知道。他当着30桌宾客的面说我是克夫的灾星，说我不配进周家的门。满座的人都在笑我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就连姑姑也只能低着头，一个字都不敢说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父亲心上。爹，我不怪姑姑，她在周家本来就没有地位，她没有能力保护我。我也不怪您，您不知道这件事。但我想说，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如果我们谁都不靠，那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就只能忍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不想忍了。屋子里安静了很久。我父亲坐在太师椅上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过了很久，他抬起头，眼眶红红的。景玉，他说，是爹没用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不是您没用。我说，是知世道就是这样，要么低头，要么抬头。我不想低头了。我父亲沉默了很久，最终缓缓点了点头。好，他说，我帮裴衍之查这个案子。跟裴衍之的合作正式开始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深不可测。他比我大4岁，今年23，但做起事来比那些做了几10年官的老油条还要老辣。我们约在城东的一间茶楼见面，每次都是不同的包厢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路线。裴衍之说，这叫反跟踪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坐在窗边，面前放着一壶龙井，正在看一叠厚厚的卷宗。他头也没抬。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？我父亲已经把江南道涉案官员的名单整理出来了。我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，递给他，一共27个人，从4品到7品都有。他们的资金来源、亲属关系、在户部登记的田产数目都在上面。裴衍之接过纸，目光飞快地扫了一遍，然后微微挑眉。你父亲做事很仔细。他说，连这些官员的小妾的娘家人都查了。我父亲说，很多官员会把贪墨的银子转移到小妾的娘家，因为小妾的娘家通常不在户籍的常规核查范围内。裴衍之看了我一眼，
你父亲不像是只在户部做了15年主事的人，他的情报能力比刑部的那些老骨头还强。我父亲说，这叫知己知彼。我说，他在户部15年，别的本事没有，查账的本事还是有的。裴衍之笑了一下，将那张纸折叠好，收进袖子里。很好，他说，接下来需要你们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盯一个人。他在桌上用手指写了一个名字，周世安，周夫人的大儿子，周家嫡长孙，现任江南道转运使。我盯着那个名字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周世安，我说他是江南盐铁案的核心人物。不是核心，裴衍之纠正道，他是总开关，江南盐铁所有的账目都要经过他的手，所有的银子都要从他的账上走。他一个人卡住了整条贪腐链的命脉，所以他才是你真正要查的人。对，那周夫人呢？周夫人，裴衍之淡淡的说，她只是一个传话筒。周家老太爷在京城，周世安在江南，中间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传递消息。周夫人就是这个传话筒。她以为自己在帮儿子铺路，实际上她是在帮儿子递刀。我想了想，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：周世安知道你在查他吗？裴衍之端起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。他知道。他说他什么都知道，他甚至知道我已经找上了周夫人。不然你以为周夫人为什么急着在寿宴上给你下马威？她在替他儿子试探我，看我到底愿意为了这件事下多大的本钱。我后背一阵发凉，所以昨天的一切都是试探，不全是。裴衍之放下茶杯，看着我，你的出现是一个变数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跳出来，也没有想到你敢当着满京城人的面跟周夫人叫板，周夫人更没有料到。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事，裴衍之说，因为你打乱了周家的节奏，周夫人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对付你，顾不上替他儿子传消息了，这就给了我们时间。多长时间？最多1个月。裴衍之竖起一根手指，1个月之内，我必须把江南盐铁案的证据链做完整，然后上折子弹劾周世安。如果拖过1个月，周夫人就会反应过来，到时候她想通了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，她就会腾出手来对付你姑姑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继续做你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沈家大小姐。裴衍之说，继续跟周夫人斗，继续让她觉得你是她的心腹大患。你越闹，她越顾不上江南那边的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好，我说我继续闹，但是裴衍之忽然加了一句，你要小心，周夫人这个人泼辣归泼辣，但做事还是有底线的。可他儿子周世安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周世安在江南待了5年。裴衍之的声音低了下去。5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学会做任何事，包括杀人。茶楼外面阳光正好，春风拂面，温桃在马车旁边等的都快急疯了。小姐，你怎么进去这么久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没事，我上了马车，撩起帘子看了一眼茶楼的窗户，裴衍之还坐在那里，垂着眼睛看卷宗，像一尊雕刻精美的石像。走吧，回府。小姐，你脸色好差，是不是那个裴大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说他让我继续跟周夫人斗啊。春桃瞪大了眼睛，斗？怎么斗？你不会要去找周夫人的麻烦吧？不是找麻烦，我说是演一出戏。什么戏？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不自量力的跟周夫人叫板，然后输得很惨。春桃更糊涂了，我没再解释，闭上眼睛靠在了车壁上。裴衍之说的对，我现在就是一颗棋子，一颗用来牵制周夫人注意力的棋子。下棋的人是他，我只是棋盘上的一颗卒子，但我不是普通的卒子。卒子过河可以吃帅。沈府，我刚进门就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在正厅里，周夫人的大丫鬟翠萍。翠萍穿了一件崭新的水绿色比甲，头上戴着银簪子，脸上的表情倨傲的像个主子似的。沈小姐，翠萍朝我微微一扶，语气不咸不淡的，夫人让我来给您传个话，说夫人说了，昨天的事她不跟您计较，您是晚辈，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她大人大量，不跟您一般见识。但是翠萍顿了顿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您姑姑在周家的日子好不好过，就要看您识不识趣了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翠萍笑着说，就是提醒您一下，您姑姑到底是周家的媳妇，吃周家的饭，住周家的屋，您在外面闹得越大，您姑姑在周家就越不好过。夫人说了，她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，但如果有人不识趣，非要跟周家作对，
那夫人也只好回去告诉周夫人。我说他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我也有句话要带给他。我姑姑在周家一天，周家就得待她好一天。如果我姑姑受了一点委屈，我就会让整个京城都知道周家是怎么对待儿媳妇的。翠萍的脸色变了变。沈小姐，你这是在威胁周家？不是威胁，我笑了笑，是提醒。周家在京城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要是让人知道周夫人虐待儿媳妇，传出去不好听。翠萍冷笑了一声，甩了一句你好自为之，转身就走了。她走后，春桃气得直跺脚。小姐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周夫人这是拿你姑姑当人质啊！我知道，那你还……所以我不能让她得逞。我说，春桃，明天一早我们去周家。去周家？去周家干嘛？去看我姑姑。你疯了！春桃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周夫人刚说完那种话，你就要去周家？你这是送货上门啊！送货上门。我笑了笑，也是给自己加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，带了2盒点心，坐马车去了周家。周家的门房看见我，脸色都变了，支支吾吾的不敢放我进去。怎么了？我说，我是来看我姑姑的。难道周家不让人探亲？门房只好硬着头皮去通报。没一会儿，翠萍出来了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。夫人说了，既然沈小姐这么惦记您姑姑，那就进来吧。我跟着翠萍穿过抄手游廊，到了周家2房的院子。我姑姑住在东厢房，院子不大，但收拾的还算整洁，只是院门口多了2个粗壮的婆子，看见我来，一左一右的堵在了门口。夫人说了，沈小姐只能在外间坐，不能进内室。我点了点头，走进了东厢房的外间。不该来，姑姑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感觉她的手冰凉冰凉的。你告诉我，周夫人有没有为难你？我姑姑咬着嘴唇，没说话，但她微微颤抖的手已经告诉了我答案。姑姑，我压低声音，你听我说，从今天开始，现在的沈家已经不是以前的沈家了。我姑姑疑惑地看着我，我没再解释，只是用力握了握她的手，然后站起来走了出去。院子里的2个婆子看见我出来，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我看了他们一眼，笑了笑，然后忽然提高了声音，姑姑，你放心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就跟我说。我去找裴大人评理。院墙另一头，我听见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，那是周夫人房间的方向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每隔3天就去一次周家，每次去都带着不同的东西，有时是点心，有时是布料，有时是胭脂水粉。每次去都会在院门口大声地说一句，我去找裴大人评理。周夫人气得牙痒痒，但拿我没办法，因为裴衍之这3个字就像一座山一样压在她头上。他不敢动我姑姑，因为一动我就会去找裴衍之，而裴衍之正在江南那边紧锣密鼓的查案。这半个月里，我父亲也没闲着，他每天都在户部的库房里查账，一本一本的翻，一笔一笔的对，有时候查到半夜，眼睛都花了，就让春桃给他滴眼药水，然后继续查。爹，你这样身体会垮的。垮不了。我父亲头也没抬。裴大人说了，再过半个月就能上折子弹劾周世安了，到时候我这15年的账本就是证据。我看着父亲花白的鬓角，心里一阵酸涩。他今年才42岁，鬓角却已经白了大半。这15年，他在户部兢兢业业，不站队不结党，不贪不占，清廉自守，但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同僚的排挤，是上司的冷遇，是15年没有升迁的原地踏步。而这一切即将改变了，不是因为我想攀附权贵，而是因为这世上有些事值得人去拼一次，比如扳倒一个贪了300多万2白银的贪官，比如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。又过了1周，这天傍晚，裴衍之忽然派人来沈府送了一封信，信上只有1行字：明日午时，城东茶楼，有事相商。我拿着信，心跳忽然快了起来。按照原计划，还有1周裴衍之才会写折子弹劾周世安，现在他突然提前，说明事情有变，要么是证据收集的比预想的快，要么是出了变故。第2天午时，我准时到了茶楼，裴衍之已经在包厢里了，但他今天的状态不太对，他的眼下有明显的青黑，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。桌上的卷宗比之前多了1倍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开门见山。裴衍之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疲惫。周世安跑了。什么？3天前他收到了消息，
连夜从江南道离开了，现在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裴衍之揉了揉眉心，消息是从京城传出去的，有人在他逃跑之前通知了他，是周夫人，不排除。裴衍之说，但也有可能是别人。我沉默了。如果周世安跑了，那这桩案子就麻烦了，主犯不在，证据链就不完整。裴衍之就算上了折子，也只能弹劾一些小鱼小虾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反而能逍遥法外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问。有一个办法。裴衍之看着我，但需要你帮忙。什么办法？裴衍之从袖子里抽出一封信，打开信，快速看了一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裴衍之说，周世安不会真的跑，他只是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而他藏身的地方一定跟周夫人有关，因为只有周夫人才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。所以你希望我希望你能从周夫人嘴里套出周世安的下落。我愣住了。你在开玩笑？周夫人恨我恨得牙痒痒，她怎么可能告诉我她儿子的下落？她不会直接告诉你。裴衍之说，但她会在你面前露出破绽。你每隔3天去一次周家，周夫人已经习惯了你的存在，她知道你每次去都是闹腾一番就走，不会真的翻出什么大事。这种习惯就是她的破绽。怎么讲？你下次去周家的时候带一个人。裴衍之从袖子里又抽出一张纸条，这个人是我的人，他会扮成你的丫鬟，跟你一起去周家。他精通旁敲侧击的技巧，能在不经意间从周夫人嘴里套出话来。我看着那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，晚唐。晚唐是谁？我低暗叹。裴衍之毫不避讳，跟了我3年，从没失过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好，我说，我带他去。假消息放出去之后，整个京城都炸了。江南盐铁案的主犯落网了，周家的大少爷被抓了。周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她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不是去求证真假，而是烧东西。她烧了很多东西，账本、书信、银票、地契，一大堆东西堆在周府后院的花厅里，烧了整整1夜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裴衍之早就派人在周府4周布了眼线，都烧了些什么？裴衍之问。太多了，看不太清。眼线回话，但有一封没烧完的信，被风吹到了墙外，属下捡回来了。那是一封周世安写给周夫人的信，信里详细交代了他在江南经手的所有贪墨款项，每一笔钱从哪里来，去了哪里，经了谁的手，写得清清楚楚。这封信就是整桩案子的铁证。裴衍之拿着那封信，手都在微微发抖。够了，他说，这些证据够让周世安死10回了，但周世安还没抓到。我说，抓到他是迟早的事。裴衍之说，现在有了这封信，周世安的同党一个都跑不掉。江南道27名涉案官员的名单，加上这封信，足够把他们全部定死。那周夫人呢？周夫人，裴衍之冷笑了一声，他烧了那么多证据，已经犯了包庇罪、毁灭证据罪，再加上他替周世安传递消息、通风报信，数罪并罚，至少是个流放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那我姑姑呢？裴衍之看着我，目光柔和了一些。你姑姑是周家的媳妇，但跟周世安的事没有关系。我会在折子里特别说明，周家2房与此案无关。谢谢。不用谢我。裴衍之说，是你自己迎来的。